妈妈这辈子把娘家脸面看得比命还重，年里更是要堆得像座小山，包装的金光闪闪，才够在亲戚面前抬得起头。我们姐妹仨都还没成家，可给外婆、舅舅家的年礼，年年都得按顶配来，半分不能含糊。说是为了公平，每年靠抽签定谁出钱买年礼，可那几张纸条是妈妈亲手裁的，短签边缘被她偷偷磨得更薄，指尖一摸就能分辨。10年如一日，那根倒霉签总精准落到我手里，妈妈还总笑得一脸慈爱地打去。还是我家明威有本事，连手气都这么旺，年年都能选中这份福气。直到年夜饭的圆桌旁，筷子突然停了，小表弟嚼着红烧肉，油光满面的直戳戳问：大表姐、二表姐、三表姐年年都给我们家送海参、送红酒，怎么就你从来没表示过啊？我爸说你们家就你最能挣钱，怎么对我们这么抠门，连个像样的礼物都舍不得买。满桌人的目光齐刷刷定在我脸上，我妈却只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嘴角挂着敷衍的笑，半个字的解释都没有。我心里瞬间凉得像冰窖。原来这些年我为了满足我妈的虚荣心，砸进去几万块真金白银，最后孝敬长辈的好名声，全让2个妹妹捡了现成。想通这层，我盯着后备箱里那些包装奢华的海参、红酒，冷笑一声，我当即联系商家办理了年礼退货，同步在超市下单10箱旺仔牛奶，备注配送至外婆家停车场。半小时后，配送员准时送达，将印着红脸蛋的纸箱整齐堆进后备箱，像等着看戏的观众。反正小气的恶名我背定了，不如让这个年过得更热闹点。糖糖，你给舅舅、外婆准备的年礼都在你姐后备箱呢，快去搬进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我妈一脸疼惜地看着二妹苏明堂，眼角余光瞥见我要开口，赶紧3步并作2步拽住我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胳膊，压低声音说：明威，有话回家说，别让外人看咱们家的笑话，妈求你了。我笑了笑没应声，苏明堂松了口气，毫不客气地从我包里摸出车钥匙，指尖都带着得意的颤抖。姐，那我去你车上搬东西了。一屋子人瞬间眉开眼笑，三舅母甚至已经掏出手机，准备拍视频发朋友圈炫耀。我妈早就放了话，物价涨了，年礼也得升级，所以我买的年礼从当初的1万，硬生生涨到了现在的5万。以前我工作忙，从没跟他们一起准时来拜年，没想到倒给了我妈可乘之机。她嘴上总说工作要紧，亲人啥时候聚都行，背地里却是故意把我支开，让2个妹妹独占这份孝顺的美名。见我站在角落没动静，那些吵着要跟苏明堂去搬礼品的亲戚趁机围过来奚落我。明威这是发达了，穿得光鲜亮丽，就瞧不上我们这些穷亲戚了。三舅母撇着嘴，用筷子敲着碗沿，连做姐姐的样子都没有。2个妹妹都知道孝敬长辈，你一个企业高管对自家人倒这么小气，真是白混了。小舅突然拉住小妹明兰的手，满脸感激的抬高声音：还是明兰好外甥女，多亏你给表弟那推，不然他这种刚毕业的愣头青一抓一大把，哪能进这么大的集团？三表姐，我敬你一杯。表弟端着酒杯，一脸谄媚的凑到小妹苏明兰跟前，腰都快弯成了90度。小妹笑得春风得意，故意瞥了我一眼：都是小事，不像有些人连自家弟弟的忙都不肯帮，我这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说到底还是表弟自己有本事。我端着茶杯，指腹摩挲着杯沿，眼底的含义几乎要冻住茶水。小妹现在的公司是我公司的深度合作方，他们部门的王总监上周还请我吃饭，拐弯抹角打听表弟的底细。他不知道，王总监本想直接拒绝，是我私下给王总监打了电话，说表弟刚毕业不容易，给个实习生名额历练下，他才松口。这功劳倒被他抢得干干净净，人情也领得心安理得。平时他就仗着是我妹妹，占了不少便利，我在背后替他还人情都还不过来。他倒好，还美滋滋觉得是自己能力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苏明兰嘴甜会来事，把舅妈哄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一大家子靠着虚伪的利益拉扯，倒显得其乐融融，仿佛这世上真有毫无杂质的亲情。外婆被众人捧得飘飘然，难得从果盘里拿起一个最大的苹果，递到我妈手里。我妈感动地接过来，那眼神跟受了老师表扬的小学生似的，差点红了眼眶。还是小婶您有福气，养了淑芬姐这么好的女儿，外孙女们也个个孝顺懂事，又送厚礼，又提携表弟，咱们家也就您有这好福气了，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。外婆得意地昂起头，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那可不瞒你们说，我这2个外孙女每年送的年礼都值好几万，包装的别提多气派了。今天正好人齐，我老婆子也不是要显摆，大家一起去瞧瞧，让你们也开开眼。一群人浩浩荡荡跟着苏明堂往停车场走，脚步轻快的像是去捡金子。可当苏明堂一把掀开后备箱盖，刺眼的阳光照在一排排红色旺仔牛奶箱上，印着旺旺的笑脸格外扎眼时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明堂，这就是你今年准备的年礼哟，每家就1箱牛奶。叔婆突然笑出了声，声音尖利的像刮玻璃。这几箱牛奶顶天几百块，大嫂您怕不是老糊涂了，还说值几万块。叔婆双手抱胸，一脸嘲讽地盯着外婆，眼神里满是幸灾乐祸。谁不知道他们妯娌年轻时就结了仇，当年为了争一块宅基地吵得鸡飞狗跳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水火不容。今天外婆特意把叔婆请来，说白了就是想在她面前炫耀一番，没想到反倒给了对方奚落自己的机会。叔婆本就不服气，现在抓着把柄，哪能轻易放过，当即拔高声音：想当年我们走亲戚都得拎着点心烟酒，这80、90年代都不止送1箱牛奶，淑芬家现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。外婆气得脸色铁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对着我妈吼道：谢淑芬，你是故意让我老太婆在亲戚面前丢脸是吧？你安的什么心？舅舅舅妈们的脸瞬间拉得老长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难看极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大舅皱着眉，一脚踢在后备箱上。这么寒酸的礼也敢拿出来送人，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欺负你们孤儿寡母呢。小表弟皱着小脸，嘴巴一瘪，
差点哭出来，一脸委屈的盯着舅妈。妈妈，你不是说表姐会给我买最新款的遥控飞机吗？我都跟朋友说好了，过几天来家里玩，要一起玩遥控飞机的。我的飞机在哪儿啊？舅妈心烦意乱，狠狠瞪了我妈和苏明堂一眼，语气里满是怨气。这你得问你姑姑和表姐，是你表姐亲口答应买的，我哪知道她是哄你的，让你空欢喜一场。苏明堂的脸涨得通红，像煮熟的虾子，站在原地手足无措。舅妈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给小俊买了遥控飞机，礼品也买了满满一后备箱，有海参，有红酒，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。你骗谁呢？叔婆冷笑一声，礼品难不成还能自己长腿跑了？我看是你根本没买，想拿几箱牛奶蒙混过关吧。苏明堂眼眶红红的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我妈环顾一圈，终于在角落里看到我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立马把所有火气都撒到我身上。苏明威，你搞什么鬼？是不是你故意拿错东西，想让我们在亲戚面前难堪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勾了勾嘴角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。妈，礼品是二妹准备的，只是借我的车放一下，我哪知道东西去哪了？说不定是二妹最近手头紧，买不起那么多厚礼，又想挣面子，才出此下策呢。我特意加重了借用2个字。苏明堂脸色瞬间煞白，身体微微颤抖，无助地看向我妈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见苏明堂这副心虚的样子，大家不由得信了我的话几分，议论声渐渐响了起来。苏明堂，你要是觉得年礼太厚负担不起，直说就行，没必要用这种方式糊弄我们啊。拿几箱破牛奶就想让我们领情，还想落个孝顺的名声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外婆实在受不了亲戚邻居们那看热闹的眼神，脸黑得像锅底，对着我妈怒吼：谢淑芬，我看你是管不住这几个闺女了，明年也别回来过年了，省得丢我的人。我妈一向以在娘家有面子为荣，被亲妈这么一顿吼，又委屈又不甘，眼圈都红了，却还是低声下气的解释：妈，你们真的误会了，我亲眼看着明堂把礼品买回来的，肯定是拿错了，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恳求，甚至带着一丝威胁。明威，你现在去重新买，标准不能低于5万，必须把场面圆回来。另外，给你外婆、舅妈们每人准备一个金镯子，就当是我们失了礼数的赔罪，钱的事回家再说。他推了我一把，力道不小，像是怕我拒绝，我却不慌不忙掏出手机，点开收款码，举到苏明堂面前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，连我妈都傻眼了，愣在原地说不出话。苏明威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妈，您不是让我去买礼品吗？我看着苏明堂，语气平淡，既然是二妹要送的礼，这钱自然得问她要啊。5万的礼品加上3个金镯子，现在金价涨了，一个镯子按2万算，总共11万，油钱我就不收了，全当是我这个姐姐给她的赞助，够意思了吧？苏明堂脸色一白，身体晃了晃，满眼求助地看着我妈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他本就是个月光族，每个月工资到手就花光，根本没存款，别说11万了，就算1万块都拿不出来。二妹，你该不会不想出钱吧？我挑眉看着她，好名声都是你和妈的，哪有我出钱让你赚名声的道理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我妈脸色一僵，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我是在为刚才的事赌气，是故意要拆穿他们的把戏。她赶紧把我拉到角落里，压低声音，语气带着一丝哀求：明威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不高兴，我把你的付出都算在了妹妹们头上，可你这么优秀，就算没有这些功劳，也是别人眼里的天之娇女，犯不着跟妹妹们争这些虚名啊。听妈一句劝，别再怄气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是想让我们家丢脸丢到底吗？都怪我，你爸那个没良心的抛弃了我们，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你们姐妹3个长大，吃了多少苦，好不容易把你培养的这么优秀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？我猜到他后面要说什么，无非是翻旧账、道德绑架，赶紧打断了他。妈，您别跟我玩这套，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，耳朵都起茧了。这些年我迁就您和妹妹们还不够吗？我欠您的我会还，但他们俩现在有手有脚有工作，凭什么还要我一味退让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？我妈瞬间红了眼眶，眼泪说来就来，故意抬高声音，引得所有人都看过来，想让我在众人面前难堪。苏明堂赶紧走过来拉住我的手，语气带着哭腔：姐，你别气妈了，这钱我肯定会出，只是我的钱都买理财了，现在取不出来，手头拿不出11万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上，等理财到期了我立马还你。垫上说得到轻巧，恐怕是有借无还吧。他们俩这些年向我借的钱，没有100也有80，从几百到几千，每次都说会还，可到最后从来没提过，只不过看在亲姐妹的份上，我没跟他们计较。明威，妈给你们当见证人，这11万就当是明堂借你的，等他有钱了就还你，你赶紧去买礼品吧，别让大家等急了。我妈赶紧打圆场，生怕事情闹大。我瞥了眼苏明堂那侥幸的眼神，转身从车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笔和印泥，放在他面前。行，但借钱就得有借钱的样子。二妹，写张借条吧。11万不算多也不算少，还是立个字据更稳妥，省得以后说不清。苏明堂皱着眉头，半天没接过纸笔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就在这时，小妹突然跳了出来，指着我说道：大姐，你几百万的房子都买得眼睛不眨，还在乎这11万？别说垫了，就算你帮二姐出了，对你来说也只是小钱，我们可是亲姐妹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，连这点忙都不肯帮？哦，11万是小钱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我听妈说你年终奖刚发了10几万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帮明堂垫上不就完了，何必一群人盯着我的钱算计？
苏明兰的笑容瞬间僵住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明显不乐意了，生硬的转移了话题。你别打岔，说到底，礼品是在你车里不见的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我看是你自己心里不平衡，嫉妒二姐得了大家的夸奖，就偷偷换了二姐放在你车上的东西。今天你要是不肯把东西拿出来，这钱就得你来出。凭什么让二姐这个受害者出钱？他这话一说，亲戚们也都怀疑的看着我，议论声越来越大。明兰说的有道理，往年都没出过问题，偏偏今年苏明威一起来拜年，礼品就不见了，哪有这么巧合的事？真是个白眼狼，这么多年没孝敬过我们就算了，还手脚不干净偷妹妹的礼品，要不要脸？亏他还是个企业高管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苏明堂瞬间有了底气，挺直了腰板，一脸委屈的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姐，你总说钱要花在刀刃上，花在穷亲戚身上就是浪费，可亲情哪是能用钱衡量的？要是没有外婆，就没有妈，更没有我们姐妹几个。做人得懂得知恩图报，不能这么忘本。你自己不愿意送礼，还故意换了我的礼品，我难堪倒没什么，还连累妈被大家误会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吧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所有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我依旧神色平静，笑着看向苏明堂，语气轻松。几万块的东西我还犯不着去偷，传出去还丢我的人。这样吧，你把购物小票或者付款记录给我，所有东西我按原价的10倍赔你，怎么样？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礼品，我相信外婆、舅舅、舅妈们更想要实实在在的钱，对吧？舅妈眼前一亮，眼睛都放光了，激动地看着我，赶紧拉了拉苏明堂。好啊好啊，明堂就按你姐说的办，你也不用费心重新买礼品了，把你姐赔你的钱转给我们就行，想要什么我们自己买，还更合心意呢。苏明堂心虚的直冒冷汗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脸色苍白。小票和付款记录他一样都没有，因为那些所谓的厚礼根本就是我买的，他只是坐享其成。苏明堂扭扭捏捏说不出话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任何人。舅妈瞬间急了，拉着苏明堂的胳膊：“明堂，你搞什么？你姐都答应赔钱了，你还扭扭捏捏的干什么？赶紧把小票拿出来，就算没有小票，付款记录也行啊，别耽误我们时间，大家还等着呢。”说着，他就要去抢苏明堂的手机，想自己找付款记录，却被苏明堂死死躲开了。舅妈，哪有向亲姐姐要10倍赔偿的道理？太伤感情了，东西丢了就丢了，不用赔了。苏明堂急得都快哭了，拼命护着自己的手机，看着苏明堂那局促不安、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怎么，刚才还义正言辞地指责我，说我偷了你的东西，现在我答应出钱赔偿了，你又这副样子，到底想怎么样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去公司处理点事，你们再做不出决定，我可就走了。这年里的事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说完，我转身拉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座，就要发动车子。所有人都急了，舅妈死死扒着我的车门，不肯松手，不甘心地瞪了舅舅一眼，吼道：“死鬼，你倒是说句话，不管是钱还是礼品，我们今天总得拿到一样，不然我今年回娘家拿什么撑场面，岂不是要被我嫂子笑话死？”也是，几万块的礼品说没就没了，换谁能不急？往年我送的礼品总能在舅妈朋友圈里看到，包装精致的海参、高档红酒，配文都是外孙女孝顺，年年送厚礼，无非是想在她娘家那边炫耀。有时候我真不懂，我妈是这样，他们也是这样，难道出嫁的女人想在娘家找到归属感，就只能靠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吗？舅舅咬了咬牙，走到我车窗前，语气带着威胁：“苏明威，赶紧把你换走的礼品送回来，不然我就报警抓你偷东西。几万块的东西足够立案了，到时候看你怎么收场。你一个集团高管，要是这事儿传出去，影响了公司声誉，你们公司还会留你吗？你可别自毁前程。”我妈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但在苏明堂的眼泪攻势下，还是没帮我辩解，跟着其他人一起劝我：“明威，你就别闹了，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，不然真报警了，对你没好处。”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我看着她，眼神认真，这些年给外婆、舅舅送的年礼，到底是谁出的钱？你摸着良心说。我妈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沉默了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亲戚们纷纷嗤笑起来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“难不成还是你这个铁公鸡出的钱？谁信啊？”我压下心里的酸涩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手机里的记账软件，然后把手机屏幕转向众人，看清上面的内容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议论声瞬间消失，现场一片寂静。这些年的节礼、年礼，还有亲戚们的生日礼物，一笔一笔都清清楚楚记在我手机里，价格精确到分，甚至还附了礼品的照片和购买时的小票截图，从1万到5万，逐年递增，铁证如山，不容抵赖。这不是说那些礼都是明堂和明兰姐妹俩送的吗？怎么明堂拿不出购买记录，明威却记得一笔一笔清清楚楚，还有凭证？难不成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明威买的？淑芬姐一直在骗我们。舅舅们看向我妈，满脸疑惑，语气里带着质问：“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大舅皱着眉：“要是东西是明威买的，你为什么每年都说是明堂、明兰送的？这不是误导大家吗？而且刚才你还跟着我们指责明威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”在所有人的追问下，我妈终于红着脸承认了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：“没错，年礼一直都是明威置办的，所以他才有这么详细的记录。”苏明堂姐妹俩羞得满脸通红，双手紧紧攥着拳头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看任何人。原来都是明威买的啊！二姨恍然大悟，难怪去年我想打电话让明威来吃年饭，大姐总拦着，说什么明威工作忙没时间，其实是怕明威发现他们母女3个一直拿他买的东西做人情吧。同样都是女儿，当妈的怎么能这么偏心，把大女儿的付出全算在小女儿头上？还有这姐妹俩，明知道是姐姐出的钱，还心安理得的接受大家的夸奖，甚至贼喊捉贼，逼亲姐姐。难怪明威会生气，换谁都忍不了。外婆家这些亲戚的德性，我从小就清楚，他们只认利益，现在帮我说话，不是为我惋惜，而是见我有能力，有利可图，想攀附我罢了。
明威，舅妈就知道你是姐妹3个里最有出息的、最懂事的。舅妈立马换了一副谄媚的嘴脸，凑到我身边。你看，还不到30就成了集团高管，又漂亮又能干，以后肯定能找个好婆家。不像你表妹，虽然早嫁人了，也只是个小老板娘，跟你可没法比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要是没记错，去年舅妈来我们家做客，还不是这副嘴脸。当时她炫耀表妹生了个儿子，虽然嫁得一般，但也是个老板娘，不用上班，在家享福就行，还嘲讽我年近30还不找对象，眼光太高，将来只能捡别人挑剩下的油腻大叔。果然人只要脸皮够厚，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亲戚们围着我献殷勤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夸奖我，把我捧得高高的。小妹却满脸不服气的开口了，语气里满是嫉妒。苏明威，你不就是帮妈代买年礼吗？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妈，明明是你出的钱，你为什么不解释？二姐跟我说了，你心疼我们赚钱不容易，不管我们谁抽到短签，都是你出钱。苏明威只是代买，怎么功劳全成他的了？我妈脸色惨白，赶紧呵斥她，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乱吗？别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我看在眼里，看来小妹是真不知道内情，她也是被我妈蒙在鼓里的那个。我妈拼命想阻止小妹继续说，可小妹却一把推开了她，委屈地喊道：妈，苏明威都这么歪曲事实了，你还护着他，你把他当亲女儿，他有把你当亲妈，把我们当亲妹妹吗？他就是想独吞所有功劳，让大家都喜欢他。叔婆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凑到苏明兰身边，笑眯眯地说：明兰，你说的抽签是怎么回事？跟叔婆好好说说，什么短签长签的，怎么还抽签送年礼啊？苏明兰本来就一肚子怨气，被叔婆一挑拨，口无遮拦，把这些年我们靠抽签定谁送年礼的事全说了出来，连我妈怎么踩纸条，怎么每次都让我抽到短签的细节都没落下。叔婆笑得合不拢嘴，得意地瞥了外婆一眼，声音洪亮地说：大嫂，原来你外孙女这么孝顺，都是亲妈逼的，该不会是你给淑芬施压，让她逼着大女儿每年送这么厚的礼，好让你在亲戚面前炫耀吧？要我说，孙子孙女和外孙女都一样。叔婆继续说道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你家这几个亲孙子孙女不争气，赚不到钱，也不能逮着外孙女往死里薅啊！一年好几万，他们3个还没结婚，正是花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好意思收下这些礼的？外婆的脸黑得像锅底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干脆把所有的锅都甩到我妈头上。谢淑芬，你说我有逼你们每年必须送厚礼才能来拜年吗？你说你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让孩子们都有怨言，还弄出什么抽签的把戏，丢不丢人？我们老谢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他们确实没明说过，但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只空着手去过一次娘家。那年爸爸做生意赔了不少，家里实在没闲钱，连吃饭都得精打细算。我妈手头没钱，只能带我空着手回娘家，可她又怕被亲戚笑话，思来想去，把家里仅剩的几块咸肉都带上了，还亲手给每个人织了一条围巾，熬了好几个晚上才织完。在我看来，这已经够有诚意了，是真心实意的孝敬。可舅妈看到这些东西，连装样子都懒得装，直接当着我的面甩脸子，把围巾扔在一边，咸肉也随手丢在桌子上。这些破烂玩意儿也敢送出手？我们家缺你这几块咸肉，还是缺这几条围巾？舅妈翻着白眼，语气刻薄。我要是拿着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回娘家，我嫂子恐怕连家门都不让我进，真是丢死人了。那天外婆虽然没说什么，可饭桌上根本没给我们娘俩留座位，我们只能站在角落里看着别人吃。妈妈的头一直低着，满脸通红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妈又羞又愧，拽着我快步往前走。回到家后，她抱着我哭了大半夜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没面子被人看不起。所以这些年，我理解我妈的心思。小时候我发高烧，她抱着我跑了5公里山路去医院，整夜守在床边。妹妹们刚工作时工资低，我也想着多帮衬点，觉得花点小钱能让大家都高兴，能让她在娘家抬起头，也值了。可我也不是冤大头，付出可以不求回报，但不能被这么无视，不能让我的心血变成别人的功劳。二妹给我妈使了个眼色，我妈立马改了口，硬着头皮说：对，明兰说的对，钱确实是我出的，明威只是代买，帮我跑个腿。我本来想着明威这么有出息，不会在意这种小事，所以才把功劳算在明堂姐妹俩身上，让她们也有个面子。她边说边心虚地看着我，眼神躲闪，可我抬头看她时，她却立马低下头，不敢和我对视，生怕被我看穿。苏明威，你看妈干什么？苏明兰见状，赶紧帮我妈说话。她只是实话实说，你别想歪曲事实，是你自己手气差，每年都抽到短签，能怪谁？再说了，妈会给你报销的。严格来说，这也不算你出的钱，你就别再揪着不放了。我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妈，轻嘲道：是啊，我也想问问妈，为什么我的手气永远这么差？1年2年是巧合，可连续10年抽到短签的都是我，这就不是巧合了吧？妈，我好歹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见过的把戏多了，你那点小伎俩骗不了我。抽签实行的第2年，我就发现签有问题，短签的边缘比其他签更薄，摸起来手感不一样，我一眼就看穿了我妈的把戏。可为了家庭和睦，我一直没说破，想着反正我的经济条件确实比2个妹妹好，花点钱能让家里太平也没什么。可我没想到，就连孝敬长辈的好名声，我妈也不愿意分给我一点，把我当成了他们母女俩的垫脚石。大姐，你说谎也得打个草稿吧？苏明兰不服气地喊道：妈妈都说会给我们报销了，做假签有什么意义？你就是想独占功劳，故意抹黑妈妈。你敢不敢公开你和妈的聊天记录，让大家看看到底谁在说谎？我笑了笑，立马掏出手机解锁屏幕，我没什么不敢的，正好让大家看看真相。一群亲戚瞬间围了上来，里3层外3层，都想看清手机屏幕。我妈想阻止也来不及了，只能焦急地站在一旁，脸色惨白。我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，所以和我妈的聊天记录我一直都留着。
从来没删过。舅妈自告奋勇从聊天记录最底下往上滑，滑了半天，发现我们俩几乎没什么聊天内容，唯一的交集就是转账记录，而且全是我单方面给我妈转账，从几千到几万不等，我妈一次都没给我转过钱。所谓的报销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我有个小习惯，每次转账都会备注清楚用途。2020年年里，2021年外婆生日红包，2022年舅舅家乔千里，一目了然。本来只是强迫症，没想到现在倒成了铁证。这下就连一向抠门、事事都想占便宜的舅舅，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妈，语气里满是震惊。姐，你不是说明威没帮衬过家里一分钱，全是你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3个女儿长大的吗？感情你们家小到一个插线板，大到电器装修，全是明威出的钱，你怎么能这么骗我们？我妈见瞒不住了，只好承认，却还在为自己辩解，试图挽回一点面子。一家人过得好才是真的好，明威能力强，赚钱多，又是当姐姐的，帮衬一下2个妹妹怎么了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她名声好，只是锦上添花，可明堂和明兰不一样，他们赚钱不容易，我只是想让他们也能被大家夸奖，她怎么就不能让着点2个妹妹，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好好的一个年弄成这样。听到我妈这么说，我忍不住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我能用我的付出消除你对我的成见，可事实证明我错得太离谱了。她对我不如对2个妹妹好，不是因为我是大姐要让着妹妹，而是因为我从出生起就没得到过她的喜欢。虽然我是爸妈的第一个孩子，是她的头胎女儿，可我妈总说我出生的不是时候，毁了她的人生。我妈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人很努力。年轻时在工厂里表现突出，本来有个升职的机会，能调到办公室工作，不用再在车间里辛苦干活。可就是因为怀上了我，她失去了那个期待已久的升职机会，只能继续在车间里受累。所以她一直觉得是我毁了她的前程，所以她对我的感情一直很复杂。理智告诉她，我也是她的女儿，应该得到她的爱。可下一秒，脑海里另一个声音又告诉她，要是没有我，她本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总以为就像别人说的，她更想要一个能依靠的儿子，所以才不喜欢我这个女儿。直到后来我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妹妹，我才发现她不是不喜欢女儿，只是不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耽误了她的前途。听了这话，我妈似乎想起了当年的事，低下头不再说话，眼神复杂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外婆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，看我不再退让，突然出来打圆场，语气缓和了不少。好了好了，亲人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更何况你们是亲母女，哪有什么隔夜仇？这件事儿是淑芬不对，伤了明威的心，但明威她毕竟是你妈，生你养你的妈妈，她偏心归偏心，但你是晚辈，得体谅自己的妈妈，不能这么跟她对着干。今天外婆就当回中间人，话都说明白了，以后就别再提了。你们母女俩别因为这点小事儿闹不愉快，大过年的别让别人看了笑话。外婆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前一秒还在指责我妈，下一秒就开始劝我，看得我忍不住笑了。不用了，外婆，我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却坚定。这种虚伪的亲情，我早就受够了，也不想再忍了。外婆本来想给我和我妈一个台阶下，没想到被我当众拒绝，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谢淑芬，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女儿。外婆对着我妈怒吼，连长辈的话都不听了，真是白养了。听到外婆的话，我妈吓得一哆嗦，像是被刺激到了，突然扬起手，狠狠甩在了我脸上。她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我的脸瞬间红肿发烫，嘴角甚至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，头也被打得偏向一边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周围的议论声突然消失，只剩下我心脏冰冷的跳动声。苏明威，你这个丧门星！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骂道：这些年你拖累我还不够吗？我从小怎么教你的？要尊老爱幼，要孝顺长辈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连尊老爱幼都不懂了，怎么跟你外婆说话呢？我静静地看着我妈，心里再无一丝波澜，只剩下无尽的失望和冰冷。她总是这样，靠贬低自己的孩子，靠打骂我来找回自己的存在感，来讨好她的娘家，仿佛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在娘家抬起头，仿佛能让娘家无休止的索取，能让亲戚们满意，就是她人生的全部意义。可靠这种方式真的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？显然答案是否定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那些看热闹的、幸灾乐祸的、同情的眼神都没能让我有丝毫动摇。我的语气平静的前所未有。外婆手上的玉镯，脖子上的金镶玉项链，是我工作第1年买的，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。舅舅说表妹嫁人不能失了礼数，我作为表姐添了几万嫁妆，还顺带帮着重新装修了房子，前后花了10几万。LC 集团的负责人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收了表弟当实习生，我私下还送了5万的礼还人情，就怕他能力不够，给人家添麻烦。这些年我对我们家、对整个家族的付出，难道还不够多吗？你们还要我怎么样？所有人心虚的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仿佛这一刻才知道这些事，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我付出了多少。人就是这样，受了别人的恩惠，转眼就忘，只要有一点不合心意，就像疯狗一样乱咬，从来不会反思自己有没有做错。我妈嘴角颤抖着，还在强词夺理。那是你作为小辈该做的，家族才是我们的根，不想付出，哪来的回报？你没有兄弟可以依靠，将来有什么事还不得指望你舅和表弟帮衬，现在不对他们好点，将来谁会帮你？他喃喃自语，不知道是想说服我，还是想说服他自己，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化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突然理解了当初爸爸为什么执意要和他离婚，为什么宁愿净身出户也要离开这个家。对外婆来说，妈妈或许是她引以为傲的女儿，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摇钱树，但在奶奶眼里，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伏地魔，是毁了她儿子家庭的罪魁祸首。爸爸不是个小气的人，
平时妈妈偷偷拿家里的东西补贴娘家，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来没说过什么。真正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奶奶的去世。当年奶奶病重需要钱做手术，爸爸从外地赶了回来，四处筹钱，可最后却发现家里的存款都被妈妈拿去给舅舅买房了，一分钱都没剩下。虽然奶奶最后离世不是因为没钱治疗不及时，但这件事让爸爸彻底看清了妈妈，看清了她对娘家无底线的付出，毅然提出了离婚。那年我上3年级，妹妹们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婴儿，什么都不懂。爸爸担心我们姐妹3个跟着妈妈会吃苦，本想把我们都带走，可妈妈死活不肯，又是寻死觅活，又是闹上法庭，撒泼打滚，用尽了所有办法。妹妹们年纪小，理所当然判给了我妈。看着年幼的妹妹，还有情绪阴晴不定的妈妈，我最终选择留在了妈妈身边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懂事，足够努力，就能得到她的爱。可我错了，有些偏心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见我提起爸爸，我妈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，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。苏明威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惦记着你那个绝情的爸？既然这样，当初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爸走，非要留在我身边，给我添堵？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啦。苏明兰帮着我妈说话，爸这么多年都没养过我们，妈辛辛苦苦把我们姐妹3个拉扯大，吃了多少苦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刺激她？就算妈偏心，她也是我们的妈妈，总比那个从来没露面也不肯养我们的爸强多了。我淡淡扫了妹妹们一眼，她们俩被我妈洗脑多年，早就认定了爸爸是绝情寡义的人，却不知道真相并非如此。我的目光重新落在我妈身上，语气平静地问道：爸每个月给您打5000块生活费，足够我们一家4口生活，可您是怎么做的？这些年，我妈总在我们面前哭穷，说家里有多困难，说爸爸有多无情。她骗我们，爸爸每月只给1000块抚养费，还经常拖欠，说给外婆送的厚礼都是公司发的福利，不用花钱，让我们姐妹几个都恨爸爸。可我却撞见过爸爸来见我们，不止一次，只是每次都被妈妈挡在了门外，不让我们见面，甚至不让爸爸靠近。我们还没成年的时候，爸爸每个月都往妈妈卡里打5000块生活费，从来没断过。在我们小时候，90年代末21世纪初，5000块虽然不算巨款，但足够一家子人吃好喝好，甚至还能存下一点。可事实上，我们家的餐桌上从来没有过肉菜，顿顿都是青菜咸菜，衣服也是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补丁落补丁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5000块妈妈只留几百块家用，勉强够我们填饱肚子，剩下的全拿去补贴娘家了，给舅舅还房贷，给外婆买补品。我上大学全靠自己勤工俭学，发传单、做家教，什么活都干过，没花家里1分钱，甚至还得时不时给家里寄钱补贴家用。工作后联系上爸爸才知道，当初他听说我考上大学，就给妈妈打了10万块钱，让他用在我上大学的开销上，怕我在学校吃苦。可这笔钱我1分都没见到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又进了外婆或者舅舅的口袋，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当初妈妈死活不让爸爸带走我们3个，是不是根本不是舍不得我们，而是为了方便向爸爸要抚养费，把我们当成了向爸爸索取钱财的工具？见我说的情真意切，细节说的清清楚楚，不像是编造的。苏明堂姐妹俩瞬间沉默了，脸上满是震惊和疑惑。过了好久，她们才缓过神来，看向我妈，语气里带着不确定。妈，大姐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爸真的每个月给你打5000块生活费，还经常来看我们吗？那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们？我妈没想到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记得，又无法辩驳，只能沉默地低下头，不敢看妹妹们的眼睛。这无疑是默认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妹妹们的心瞬间沉了下去，脸上满是失望和愤怒。好啊妈，您从小到大都说爸爸没良心，不管我们，不让我们见爸爸，原来是怕我们抛弃您，跟爸走。苏明堂的声音都在发抖。没有了我们，您就没理由向爸要生活费了，在娘家眼里也会变成累赘，没人再把您当回事，对吧？苏明兰也反应过来了，语气里满是失望。我们真是太傻了。苏明堂红着眼眶，你能对大姐这么狠心，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又能对我们好到哪里去？我们在你眼里根本就是你讨好娘家的工具，是你向爸爸索取钱财的筹码。既然这样，您就好好在娘家待着吧，这个家我们不稀罕了。苏明堂姐妹俩纷纷指责我妈，说完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，留下我妈愣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我妈百口莫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甩脸子走人，心里又气又急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回头看向我时，眼里满是愤恨，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到我身上，都是你，要不是你这么较真，非要把这些事都抖出来，咱们一家人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既然早就知道一切，当初选择忍耐，现在又何必计较这点小事？现在妹妹们都跟我离心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妈劈头盖脸的指责我，恨不得把所有恶毒的话都用上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。我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，从今往后别再叫我妈。她歇斯底里的喊道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你工作好又怎么样，聪明又怎么样，没有家人支持，你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，一辈子都会被人说3道4，永远不会幸福。我心头一凉，虽然早就料到她会这么说，可真听到这句话，还是觉得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我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，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正想反驳她，告诉她我从来没指望过她的支持，一个宽大的身影突然挡在了我面前。女儿，你不要，我要。我抬头一看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是爸爸。前一天我给爸爸发了条信息，说今天会陪妈妈回外婆家，大概率会有争执，他当时只回了别怕，我在，没想到他真的赶来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口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这是明威他爸。微微别怕，你是爸爸的女儿，只要你愿意，爸永远站在你身后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爸爸的声音沉稳有力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他宽厚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给了我无尽的力量。我妈先是一愣，
紧接着就是满脸恼怒，像是被侵犯了领地的野兽。苏文清，你还有脸回来跟我抢女儿？当初是你非要离婚，不管我们母女4人的死活。现在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，你想回来认女儿了？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看到爸爸西装革履，气度不凡，手上戴着名贵的手表，手指上还戴着钻戒，外婆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脸上的怒气立马烟消云散，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。淑芬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外婆拉了拉我妈的胳膊，语气讨好。文清好歹是微微的爸爸，我的好女婿，他来看孩子怎么了？你就是太刻薄了，难怪文清不喜欢你。没结婚前我怎么教你的？男人就是你的天，你要好好伺候着。你整天跟文清闹别扭，他能不烦你吗？要我说，当初你们离婚，多半还是你的问题。我妈呼吸一滞，满脸难堪的低下了头。他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在爸爸面前的形象，现在被外婆当众数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心里清楚，他是不想在爸爸面前丢面子，毕竟他曾经那么喜欢爸爸。我妈虽然执拗，但对爸不是没有感情。当年谈婚论嫁时，他还第一次违抗了外婆的意思。他和我爸是在工厂认识的，爸爸是技术骨干，长得帅气，为人正直，妈妈对他一见钟情。在那个年代，自由恋爱是件稀罕事，他们俩的感情也一直很好。可外婆压根不看好他们，觉得爸爸家里穷，没什么背景，给不了妈妈好生活。听说当年村口裁缝铺老板的儿子看上了我妈，那个男人家里有钱，愿意出1万块彩礼。在那个年代，1万块可是个天文数字，整个村子都没几个万元户。外婆铁了心要把我妈嫁过去，收那笔丰厚的彩礼，可我妈死活不同意。为了能和爸在一起，她第一次忤逆外婆，跟她大吵一架，甚至以死相逼，最后才顺利嫁给了我爸。抛开我妈总接近娘家这点和爸爸的矛盾，他们俩其实感情一直不错，能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或许连我妈自己都没预料到。外婆对爸爸格外热情，又是转身去屋里拿珍藏的茶叶泡茶，又是拉着爸爸要进屋坐，嘘寒问暖，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。爸爸却不动声色地避开了他的手，故意露出手上的婚戒，语气里满是疏离。伯母请自重，我和淑芬早就过去了，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庭，这次回来只是想看看孩子们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外婆笑容一僵，脸上的表情有些挂不住，可还是不肯放弃，眼神贪婪地盯着爸爸手上的钻戒。我忽然想起，当年妈妈刚离婚时，外婆就曾劝过她找个有钱的二婚男人搭伙，不用领证，能补贴娘家就行。当时妈妈哭着拒绝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她还是没改心思。外婆语气更加谄媚，没关系呀，你和淑芬还有3个孩子呢，终究是断不了联系的，不如就让淑芬给你做小吧。你放心，她肯定不会破坏你的家庭，还能帮你照顾孩子，给你洗衣做饭，多好啊！爸爸厌恶地皱起眉，再也顾不上体面，直接对了回去，语气冰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钱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，值得你这么糟蹋自己的女儿，让她做这种丢人的事？不光爸爸震惊，我妈更是像被定住了一样，瞬间石化，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她才难以置信地看向外婆，声音颤抖：“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让我给苏文清做小？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怎么能让我做这种事？”话音刚落，外婆就毫不留情的一巴掌甩在了她脸上，力道之大，让我妈踉跄了一步，脸上瞬间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谢淑芬，你是看不清形势吗？外婆气得脸色铁青，年里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，现在3个女儿都跟你不亲了，你还想错过文清这个靠山？做小又怎么了？你本来就是文清的人，他养你养孩子们都是应该的，就算他现在的妻子也没资格说3道4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妈怔怔地盯着外婆看了好久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地上，积压了几10年的委屈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她浑身发抖，突然拔高声音嘶吼：“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只是供你们吸血的血包吗？我为这个家掏心掏肺，为了补贴娘家，连自己的婚姻都毁了，到最后你居然让我给人做小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可恨之人终究也有可怜的地方。我妈一辈子都没能挣脱原生家庭的枷锁，被外婆迫了一辈子，把讨好娘家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，却最终被自己最亲近的母亲当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工具。她想让我走她的老路，活成她的影子，继续为这个家付出，为她的娘家吸血。可我不愿意重蹈她的覆辙，更不想做她的提线木偶。我拉着爸爸的手，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虚伪和算计的地方。身后传来外婆的咒骂声和妈妈的哭声，可我再也没有回头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耀眼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终于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